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特別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普丁是接連進入到了北京，習近平成為全球的總調度嗎？今天也會關心，普丁更直言了，俄中關係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俄軍現在同步啟動核演習，中俄現在高調同框，軍陣啟動，究竟到底是戰略升級，還是逼近準軍事同盟呢？再來關心，當北京跟莫斯科越綁越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否正加速後美國時代？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來賓陳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岳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按讚，並且在熱推鍵要記得按下去，然後呢，在留言板寫下熱推2個字。如果希望跟我們做更多互動，歡迎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我們也會親自的來留言回復。今天節目會來關心到的是，記得嗎？這個川普人才剛走哦。結果呢？俄羅斯總統普丁19日晚間，也就是昨天的晚間11點多深夜，是立刻搭了專機降落在北京，展開了為期2天的國事訪問。這一次接機的是中國外長王毅。那麼今天的最新進度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號這一天已經親自的高規格的接待了普丁，地點就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跟普丁會談。那麼習近平這一次最新發言，他形容中俄是以亂雲飛渡人從容的勇氣捍衛國際公道正義，未來將會以更高質量的全面戰略協作來幫助雙方的發展，這個是他最新的談話。那麼普丁呢，這一次可以看到的是，他接受了非常高規格的接待，排場被說幾乎等於上一回習川會的等級。BBC 也特別點破說，普丁啊，這一次到訪其實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站在習近平旁邊，讓國際能看到，也趕快讓國際知道說，我跟習近平是有能力來同框的。那麼這一次呢，我們也看到俄方也是誠意滿滿哦，說這個代表團的規模相當的驚人，哪一些人呢？包括了5位的副總理都來了，8位部長跟俄國央行總裁，多家國營的能源跟銀行的巨頭，這當中也有許多的企業家都是重量級的，包含在航太啊、核能，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能源跟銀行等等，這個人數將近是重量級人數29人。俄國媒體戲稱說，現在啊，全部的人都在中國了，只剩下總理在家顧自己的國家。我們來看到這個普丁的最新發言，他形容俄中關係呢已經達到了真正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好，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的是克里姆林宮這一次也公布了說，這一次呢和習近平主席見面，預計雙方會簽署，尤其在經濟上有許多的合作合約要簽，一共是有40份的文件，從工業到交通、核能到人文到這個能源都會做全面的深化。當然了，俄羅斯這一次非常的在意，就是它的天然氣有沒有辦法順利的輸送到中國方面。那麼現在呢，西伯利亞的力量2號天然氣管線也成為這一次會談會成為的焦點之一。好，有許多是在經濟上的議題，俄羅斯非常需要來自於中國的大單。在軍事動作上是同樣有非常多的動作。我們看到俄方從19日開始呢，也是展開了為期3天的核演習。這一次動員的人數異常的多哦，一共是達到了6.5萬名的兵力。7800件的武器全部出動，還有超過200套的飛彈發射的系統，那也涵蓋了軍機、軍艦、潛艦、核潛艦，還有呢，這個是來自於俄國國防部強調的，演習期間將會來實際的試射彈道飛彈跟他們的巡弋飛彈。另外一方面，針對於俄烏戰事接下來的發展，我們也要來看到路透社最新爆料，他說呢，其實呢，從去年底開始，中國武裝部隊已經在境內呢秘密訓練大約200名的俄軍，現在這一些被訓練好的俄軍已經返回到了烏克蘭的戰場上面。那麼另外一頭看到了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美國另外一頭是在示威嗎？美國將會在20號來試射他們的民兵3型洲際導彈。美國也強調了這一些動作跟現在當今的國際局勢沒有任何的關係，這是美國的說法。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來關心到的是普丁這一次可以說帶着超級的代表團，這人數非常非常的多，人數眾多。
同步啟動的是核演習，中俄真的只是合作夥伴關係嗎？有沒有可能來解讀說，早就升級為準軍事同盟了？現在中俄綁得更緊了，也代表美國的時代，美國霸權的时代是否已經鬆動了呢 ？BBC 也說呢，這個普丁此行就是為了希望能夠站在習近平旁邊。就這些議題，宋委員怎麼看？是我想。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之間，在過去這段期間，的確是屬於背靠背的關係哦。那麼，特別是當這個俄烏戰爭一旦開打之後，其實中國大陸這樣背靠背的支援着俄羅斯，讓俄羅斯在面臨美國跟西方盟國的全面經濟制裁的情況之下，它仍然能夠挺過最艱困的那一段時期哦。那麼，包含當時的俄羅斯的這個石油跟相關的能源被禁運哦，那麼也是透過中國大陸做一個管道哦，能夠讓這些這個石油跟這個天然氣哦，能夠有一個這個去處。那麼，當然這對於俄羅斯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那麼我要强調的問題是說，其實美國的2個最重要的國際政治專家，我在這裡曾經說過，布里辛斯基跟季辛吉，他們同樣都強調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夠讓俄羅斯跟中國站在一起。但是愚蠢的美國接下來這幾位領導人哦，從拜登到這個川普，他們就是把俄羅斯跟中國緊密的綁在一起了。你知道季辛吉當年花了30年的時間去裂解俄羅斯跟中國，借由中國大陸來牽制俄羅斯，最主要的就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如果地球是一個棋盤，誰掌握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了全球的權力。所以呢，如果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結合在一起哦，那麼中國大陸加上俄羅斯，除了亞洲之外，他就已經把手伸到了歐洲了。那麼更蠢的是，拜登當時因為撩撥那個俄烏戰爭，季辛吉再三強調，烏克蘭是俄羅斯進入歐洲的門戶，絕對不能夠讓俄羅斯去打烏克蘭。可是美國就一手操作，完成了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任務。所以現在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整個的世界地圖，中國大陸加俄羅斯，再加上現在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烏東的土地，你整個。如果你再加上這個北韓，再加上伊朗哦，整個歐亞大陸的這個權力的局勢已經開始有很大的改變了。如果這些國家都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話，美國在歐亞大陸上的優勢將會完全失去哦。那麼當然就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全球的權力從重心是不是在改寫？當然是這樣哦。那麼你說俄羅斯有求於中國大陸，可是在伊朗戰爭開打之後哦，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某種程度也需要得到俄羅斯的支持啊。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能源的問題嘛，就當海運的能源發生了問題，不管是我們看到的現在的荷姆茲海峽，或者是美國不斷操弄的馬六甲海峽，對中國大陸來說，海運的咽喉一直是都被握在別人的手上，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啊。所以他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去突破這些所謂天然的天險問題哦。那麼因此，俄羅斯當然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啊，比如說西伯利亞力量2號。這個是長期以來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這個能源往來的管道，比如說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它的往歐洲的這個路線，經過西伯利亞的這條路線，當然相對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實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緊密的背靠背的關係了。但是你說它是不是一個軍事同盟？我倒認為不盡然的原因很簡單，什麼叫軍事同盟？俄羅斯跟北韓是軍事同盟，所以俄羅斯發生戰爭的時候，金正恩派兵參戰。所謂的軍事同盟就是一國受到攻擊，另外一國就要派兵參戰了。這不是中國大陸的行事風格哦。就是你看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第一，中國大陸沒有入侵過人家的。通常中國大陸發生戰爭都是因為邊境的這個些微的這些零星的衝突，你很少看到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他發動什麼滅國之戰的啊，就把那個國家給滅了，或者把那個國家的總統這個派個特遣部隊把他抓來了。中國大陸從來不幹這種事的啊。就對中國大陸來說，他所行使的是這個開大門走大路的方式，他相信國際組織，他相信國際秩序，他相信多邊主義，他並不認同美國那種老大哥的心態哦，就你認我當大哥，我收你當小弟哦，以後你家出了事，我就來幫助你。這是美國長期以來操控全世界、掌握全世界的方式，但這不是中國大陸的遊戲方式哦。所以其實中國大陸跟美國現在在全球哦，之所以這個角色上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一貫的奉行這樣的路線。有些事情哦，你做1次2次，人家可能不見得會相信。可是如果這幾十年來你一直都是用這樣的態度來行事的話，其實你就變成了一個是可靠的、可以預測的盟友哦。那麼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就正試圖扮演一個穩定全球安定的力量。
好，那也同樣也是因為這幾年美國不斷的這個用各種的手法掌控全世界，有助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現在彼此的關係更為緊密了。我們一方面也看到說，來自於路透社的爆料說，中國被曝有秘密訓練俄軍。那一方面，俄羅斯現在前線正在消耗着，恐怕下一步就是北約。這一場我們可不可以視為是中俄聯手抗美的這種國際的局勢軍事聯動已經形成？那苑老師怎麼解讀？我覺得這個消息，路透社這個消息絕對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大陸駐在這個聯合國的這個副代表耿爽就說過一句話，就大家都很懷疑啊，有的時候我也懷疑，就是說這個俄羅斯呢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爭的話呢，大陸有可能會幫助軍事上的干預，軍事上的幫助，那會幫助肯定是要幫助俄羅斯的，因為他們關係好但是耿爽說的話就是說，早就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有大陸出手幫助的話，還會打成這個樣子嗎？4年多了，大家要了解，從這個2022年的2月24號開始到現在的話，那麼這個也就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大陸對外的原則上，就是它不侵略，然後不結盟，然後不以某一個國家作為潛在的敵對的國家，這是它的一個基本立場。即使有的情況下，就是說這邊路透社講的說代訓的話呢，就我個人所了解這個對俄羅斯來講，要求中國來代訓他們的部隊人數不多嘛，就是這個消息本身來講，大概還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吸收。為什麼呢？叫俄羅斯拉下臉來，他的部隊由中國代訓。這個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知道俄羅斯本身來講，它沒有辦法生產什麼拉布布小玩具但是它生產的都是飛彈、導彈、大飛機那你現在要中國來代訓的話呢，這個對他來講，這個消息如果是真的話呢，俄羅斯不知道爛成什麼樣子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說，俄羅斯這一次普丁來到這個大陸做訪問的時候，雖然是第25次來，但是他們同時他也要做出非常大的演習，這個演習動員超過6萬人，一個核演習。那麼我個人會覺得說，與其說中國在軍事上幫助俄羅斯，俄羅斯在軍事上反過來幫中國撐腰，因為大家都知道，美日現在正在演習，17號到現在，就是在這個石垣島啦，就是在宮古島啊、石垣島啊、與那國島上面的共同進行演習，數量規模都不大，但是俄羅斯的準備在軍事上的這個做法上來講的話，以俄羅斯的軍力，我覺得說這件事情倒是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跟注意的。哪裡呢？就是對日本的時候，北邊俄羅斯是輕輕鬆鬆的拿住它、牽制它，而且俄羅斯的確有這個意思。那所以我個人會覺得說，要導軍事上的聯合的話，要針對的對象應該也不是美國，可能是日本。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同樣關心有關於俄羅斯的議題，也就是俄羅斯現在最在意的，現在仍然在進行中的俄烏戰場。俄羅斯其實原本是覺得說很快可以拿下烏克蘭，結果如苑老師幫我們看到，這場俄烏戰爭打到現在已經超過4年多的時間，看起來其實也不是這麼的順利。而且最近呢，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正在大力的反攻，使用它的無人機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相當高的一個壓力。這時候普丁中有沒有一個意味是求習近平來幫忙在這場俄烏戰爭上面？有沒有可能俄烏戰爭有機會很快落幕？幹哥又怎麼看？對國際媒體 BBC 他就講了，為什麼這個時候那個川普的後腳才剛走現在普丁就急着去為什麼？因為普丁現在急着要站在習近平的旁邊，告訴你說我也很重要，所以我因為在國際上很重要，所以我去見了國際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叫做習近平。他必須要在這個時候讓自己跟習近平同框。這2個人其實見面好多次了，加上這一次的話，恐怕已經快40次了。那為什麼這次那麼急呢？因為這一次他真的非常需要中國的幫忙。大家知道，已經打了4年的戰爭了，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爭一直沒辦法解決，現在又多了一個伊朗的問題。對，今天坦白講一句，這些都不會牽動俄羅斯嗎？一定會。為什麼？大家想過嗎？俄羅斯現在主要的無人機是伊朗提供的，伊朗要是倒了垮了，對俄羅斯有什麼好處呢？那但是伊朗又要靠誰呢？靠中國。所以說，普丁為什麼要去？這裡面有很多貿易、經濟以及軍事等等的那些因素摻雜在一起，大家還記得嗎？那個就在那個14號跟15號的川習會的時候，習近平在準備要送川普回去的時候，講了一句話，那句話非常的尖銳，可是川普吞下去了。他說：“
我覺得你們的國家正在衰落當中。結果川普竟然沒有反對，他回來怎麼自我解嘲的？他說：“對，我可以告訴你，真的我們國家在衰落。可是那個是拜登執政的時候的事情，現在我回來了，美國不會再衰落了。天哪！我覺得這不應該是這個國際媒體這個就是說等於是自己編出來的故事吧，應該是真實的吧。所以你看，川普是能屈能伸，被人家將了一軍，他還能夠這樣回復，代表什麼？代表真的是有這麼一段對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美國現在正在衰落當中，所以現在普丁到底需要誰？當然是習近平的支援跟幫助。所以剛剛那個苑老師說，不太可能由中國來代訓俄羅斯的部隊，只有200人。其實那個不叫代訓啊，路透其實他解讀錯誤，那什麼，那是無人機部隊的什麼？有可能，那是無人機的那個技術的交流，那個不叫代訓啊，怎麼訓呢？俄羅斯自己本身的无人機部隊才是真的在打實戰的嘛，对不對？所以那是一個交流而已啦。但你要把它講成代訓，好像他們有什麼不得了的軍事同盟，其實沒有。中國從來不會跟就是說像這樣子的這樣的大國進行什麼？進行正式的那種大規模的軍事同盟的這種協議。為什麼？因為對他們的國家利益是這個不對稱的。好，那所以說，普丁最近他19日開始啊，要這個65000人在哪裡舉行核演習呢？在哪裡？在白俄羅斯境內，而且那個地點非常靠近那個烏克蘭的邊界。幹嘛？演給你看的。白楊飛彈也出來了，真果樹飛彈也出來了。我跟你講，普丁是一個最喜歡炫耀核武的國家，但是說句實在話，核武是不可以用的東西。可是我還是要拿出來給你看，意思就是說，我無人機打不過你，我就拿核武來嚇嚇你。所以我是覺得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他去訪問中國，然後在邊境展開核武演習，這也是普丁的一種什麼外交策略跟手段。我們看一看，會覺得很熱鬧，不過要了解其中的意涵。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